在遥远的23世纪，人类无法在地球生存，开启了移民外太空计划。女主罗拉获得了移民资格，然而她家境贫穷，只能住在充斥着疾病且拥挤的太空城。她渴望和姐姐一样去星际公司发现的新星球瑞亚生活，那里有如世外桃源，环境宜人，但需要支付高昂的移民费用。罗拉为了挣到这笔钱，申请成为货运飞船上的医生，给太空站运送建筑材料。在宇宙中来回漂8年，她就能拿到足以前往瑞亚的资金。罗拉满怀希望登上飞船，见到了包括船长在内的所有船员，一共只有7个人。其中男主戴克的身份比较特殊，他是临时政府派来的安全局指挥官。由于反叛军在大规模袭击空间站，尤以首领布鲁克进攻最为频繁，政府便让戴克协同工作，以防万一。此次运船的目的地是42号空间站，在船长口中，那里是交通网络枢纽，运转相当稳定也宜居。此次行程时间太长，不过有自动系统驾驶，他们需要轮流值班，没有值班的人全都进入冷冻液休眠。轮到罗拉时，已经过去了3年零8个月。之前上船时，他给姐姐发过简讯，按照太空城收到回信的规律，他4年后才能收到回复，此时却提前收到了讯息。罗拉没有觉察出问题，又给姐姐发了一条视频。一天，她记录仪器数值时，身后有个人影悄然过去，罗拉也没有发觉。后来，她听到船底有异响，强装镇定过去检查，发现货舱里有东西存在。罗拉吓得连忙往外面跑，没想到途中遇到了本该休眠的戴克。戴克表示货舱空气锁打开了，他是被程序自动叫醒的，还质问罗拉为什么要打开空气锁。罗拉跟他说明了情况，想将这件事告诉船长，却被戴克阻拦，提出陪同罗拉去货舱查看。罗拉没有同意对方，坚持叫醒了船长。船长醒来后，第一时间打开货舱的门，里面极度寒冷，只有一个操作台，地上扔着船员们的防护服，这应该是罗拉看到的东西。船长认为是舱外压力将防护服甩在了地上，不过他没有就此停止调查，而是在操作台输入指令，查看货舱空气锁的状态。岂料在罗拉值班期间，空气锁被打开数次，罗拉却没能给出解释。以防货舱内部出事，船长带着罗拉、戴克进入存货区，让他们分别确定货箱情况。罗拉提醒船长一起行动，大家都有个保障。船长为了节省时间，没有接受罗拉的建议，结果悲剧很快到来。由于存货区没有装满，可能还设计了重力系统，船长竟然从高处摔落地面。等罗拉和戴克闻声赶去，船长已经奄奄一息。加上空气锁发出关闭警报，两人只能先将人抬出去，之后再给船长做抢救，可惜还是迟了一步。船长死后，大副安娜接管了货船，她察觉系统出现了错误，所以空气锁会无故打开。这和罗拉没有关系，因此派手下范斯和普罗去修锁，争取尽快封锁货舱，再让工程师吉田使用中央电脑确认飞船所有出入口是否正常，而罗拉则要搞清楚船长的死因。罗拉给船长做了尸检，确认他是高空坠亡，但船长的眼睛中似乎有异物。罗拉取出眼睛，发现里面竟然植入了摄像头，还录下了一小段视频。主侦查看视频后，罗拉看到了生化产品等字样，这意味着飞船运送的不是建筑材料。为了确认究竟是什么货物，他和戴克找到生化产品所在的货箱，还用船长证件打开箱门，没想到里面根本不是生化产品，而是一个个小型休眠柜，每个柜子里都装着人。戴克连忙喊范斯和普罗来帮忙，搬走一个柜子回去检查，谁知中途货箱突然移动，罗拉因为走在最后，差点落得和船长一个下场，好在戴克及时出现，将他拉回了货箱顶层。回到医务室后，安娜得知休眠柜的存在，但她并不觉得奇怪，认为要运送什么货物是货运公司的事，他们只是个打工人，不该刨根问底，因此让众人将休眠柜送回去。在听到货箱会移动，船长的死可能是谋杀后，安娜又给出了一番解释，表示为了不让货箱结冻，系统设定他们会自动移动，这也是严禁进入货舱的原因，所以船长的死是意外。罗拉不相信安娜的话，坚持要检查休眠柜。安娜起初没有同意，但有戴克支持罗拉，她只好收回前言。不过安娜由此对戴克起疑，认为他和自己不是一路人，让吉田调出对方的所有资料。然而戴克的资料保密级别太高，吉田无法读取。那边戴克陪同罗拉进行检查，休眠柜中装着一个小女孩，体内植入了虚拟现实连接器，而且已经使用了很久，这会对神经系统有损伤。罗拉全力救治了小女孩，自己心中却困惑连生。
他发视频和姐姐倾诉，这次用不了半小时，他就收到了姐姐的回信。罗拉虽然开心，却意识到问题所在，为什么回信时间缩短了呢？罗拉带着疑问去找戴克，戴克虽然没有回答他，但也没有掩饰自己。由于之前的经历，两人竟然互生好感，他想用这份感情取得罗拉的信任。不久后，安娜召集船员，声称吉田检测进出口后，发现有人篡改了冷冻睡眠的档案资料。戴克更是数次从休眠中醒来。他认为，如果船长死于谋杀，戴克肯定是那名凶手。于是联合范斯、普罗抓捕戴克，还要求罗拉将休眠柜放回货箱。然而，小女孩已经被从柜中取出，还在修补大脑裂缝的治疗阶段，一旦放回去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安娜只能给罗拉48小时，在空气所修好前，如果小女孩还没被治好，不管死活都要放回货箱。同时，为防戴克再次作恶，她强制戴克进入冷冻液休眠。临睡前，戴克私聊罗拉，告知她飞船的目的地不是42号太空站，而是瑞亚。罗拉于是请吉田帮忙确认目的地。吉田当晚登入主机查资料，虽然目的地坐标被上了锁，但他可以确定那地方不是太空站，而且飞船起飞后坐标无法更改。现在他们只能顺其自然。联想到姐姐回信息速度变快，罗拉觉得戴克没有骗她，目的地可能是瑞亚，离得越近信号越好，回消息自然也迅速了。可是，在吉田帮助罗拉的后一晚，他就被人谋害了。同时，安娜发现戴克不见了，对方这次不能自动苏醒，应该是有外人帮助他。安娜认为是戴克杀了吉田和船长，而且他还有帮凶，船上藏着一名偷渡客。为了找到他们报仇雪恨，安娜将船员分成2队，对飞船进行排查搜索。罗拉在与范斯搜查时，发现下甲板有异动。范斯认为戴克就躲在其中，决定和罗拉两面夹击，自己在前方吸引注意。罗拉从后方偷袭，不过当罗拉爬下去时，竟然遭到偷渡客的攻击。好在暗处有人放出冷枪，偷渡客命绝当场，死前还念叨要炸毁一切。罗拉在偷渡客死后找到对方藏在这里的包袱，看到几张偷渡客的照片，手里握着蔬菜水果。原来偷渡客就是反叛军的头目布鲁克。他和戴克发现地球环境已经恢复，人类可以回去生活了，但星际公司却隐瞒了这件事，还在将一批批人移民太空。这时范斯找到罗拉，声称已经抓到了戴克，他们对戴克拳打脚踢，质问他反叛军的目的是什么。戴克对安娜的话置若罔闻，反而盯着罗拉说，瑞亚只是一个全息生活模拟器，人们支付巨额移民费前往瑞亚，殊不知他们只是进入休眠柜中，在体内植入虚拟现实链接装置，之后他们的大脑将被用作保持模拟器运作的神经元。星际公司担心移民计划功亏一篑，所以隐瞒了地球能够生存的消息。罗拉只是反问戴克，是不是他杀了船长和吉田。戴克说一切都是布鲁克所为，布鲁克为达目的已经疯魔了。接着安娜让范斯和普罗押走戴克，找个地方送他一程，罗拉则被留在了原地。安娜眼看阴谋即将暴露，索性跟对方透露了实情。其实太空移民计划一开始就失败了，公司找不到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，只能以全息家园游戏欺骗世人。不过瑞亚的生态系统非常完美，进去的人只会觉得自己活在现实，而不是模拟器中。安娜告诉罗拉这些并不是想说服她，只是在走反派话多的剧情。这些话自然被范斯和普罗听见。两人没有杀害戴克，在得知目的地是瑞亚后，立即将安娜强制休眠。不过他们很想去瑞亚生活，都觉得此行不虚，但这点小心思可不能被戴克和罗拉发现。罗拉这时在治疗小女孩，戴克在旁边跟她道歉，还答应帮她救姐姐出来。戴克已经想好了计划，飞船抵达目的地后会在太空站停留半小时左右，他和罗拉要在此期间进入太空站，找到瑞亚的硬件模组，之后让罗拉带上全息头带进入瑞亚，从里面发消息回地球，曝光星际公司的阴谋。在他发信息时，戴克回去寻找罗拉姐姐的休眠柜，最后他们将炸掉主天线的收发机。如此一来，虽然瑞亚还能继续运行，活在模拟器中的人却无法与外界联系，星际公司的阴谋也将彻底被瓦解。在抵达目的地的途中，罗拉和戴克滚了床单，两人的感情再进一步，这让戴克决定每步都以罗拉安全为先。
不久后，飞船抵达目的地，他们延迟卸货时间至半小时。戴克先一步穿上航空服进入太空站，罗拉则要去哄捣乱的小女孩睡觉，而范斯和普罗趁两人不备，拿走安娜的证件，打开放置休眠柜的货箱。他们没有能力支付瑞亚的移民费用，想趁这个机会躺入休眠柜，在卸货时被一起放进瑞亚。为了防止戴克返回阻止，他们将卸货时长调整到10分钟后。此时，罗拉的航空服燃料电池出现问题，戴克让她待在原地，她却因为想见到姐姐，坚持离开飞船进入太空站。没想到刚脱离飞船，她就因没有动力在太空漂浮，连忙恐慌地呼叫戴克。戴克这时刚安装完炸弹，还在众多休眠柜中找到罗拉的姐姐，可惜对方多年前移民瑞亚，已经无法叫醒了。他听到罗拉的求救，快速赶来拖住对方，并将罗拉带到了瑞亚的硬件模组旁，让他利用全息设备进入瑞亚。不过在两人实施时，他们惊讶地发现飞船开始卸货了。戴克安慰罗拉，事情还在掌控中，毕竟卸货也需要时间。于是罗拉安心进入瑞亚，那地方确实鸟语花香，环境清幽。他没有被景色所迷惑，很快找到了姐姐，跟对方做了最后告别。接着给地球发送讯息，道出星际公司隐藏至今的骗局，告诉世人地球又能居住了。在这期间，戴克将自己航空服的燃料给了罗拉，因而当罗拉脱离瑞亚，意识回到身体后，戴克已经不受控的要飘走了。他们所剩的燃料不足以支撑2个人回到飞船。此时飞船即将开离太空站，罗拉只能带着戴克希望他活下去的愿望，奋力追上飞船。而在飞船身后，瑞亚的主天线也被炸毁。登上飞船的罗拉还没得空悲伤，他就发现小女孩不见了，还看见了从休眠中醒来的安娜。安娜想杀死罗拉这位反叛者，可是在两人争执时，她位置没选好，被关在了最外面。不过她没有伤害小女孩。对方这时正在餐厅吃饭，罗拉带她回到了地球。多年后，罗拉从瑞亚发出的信息也被各地接收，星际公司的骗局被世人得知。生活在太空城、漂泊在宇宙中的人们，终于能够返回蓝色的家园。电影《太空运输》的剧情到此结束了。它是上映于2009年的科幻片，没有宏大的战斗场面，出场人物和场地非常有限，男女主的感情进行的莫名其妙，最后离别的剧情还是强行煽情，所以它只是套着科幻的外壳，讲述了很简单的阴谋故事，剧情安排有点好莱坞模式。片中除了不少设定硬伤，还有不容忽视的逻辑 bug， 比如穿着航空服能追上飞船，但太空城的镜头表现得很宏伟，初次看时会让人眼前一亮，悬疑氛围也塑造得差强人意，因此建议感兴趣的宝子们可以去看原片，也别忘记给个3连鼓励一下我哦。